表兄，我读完了。一旁床垫上打坐的熊灵力乖巧地应了一声，将手中的竹简捧给李长寿。李长寿笑了笑，给了熊灵力一颗安神充饥的丹药，传声道：在此地你就稍作忍耐，待大会散了场，再让你去吃一个痛快。没事的，表兄。灵力不饿。熊灵力将丹药塞到嘴里，有气无力地道了一句，又禁不住打了个哈欠。很快，那如雷般的鼾声再次响起。一旁打坐的九呼被吵醒了，睁开一条缝隙，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座假山，开始传声对话。长寿啊，一直也没问过你，你可考虑过道侣之事？李长寿淡定地传声回答：弟子醉心大道，无心道侣之事。师伯用过雄心丹之后，与九师师伯相处如何？和和美美，很是不错。九呼轻笑了几声。哎呀，道侣有什么不好呀？除了废妖，你修道陷入困境，有人在旁鼓励。你若觉得仙路孤寂，还有人在你身旁关照。仙路有个伴儿，不挺好的吗？待我仙路长宁，待我大道可定，待我前路只有悠悠岁月，漫漫余生，我自会去想，与何人携手为伴。那时怕你身旁就没有人了。九呼有些不满地劝了一句：炼气士皆慕长生道，可长生道又岂是那般好得？天下炼气士，万中无一矣。李长寿轻声笑着，刚要反过来劝九呼师伯，让师伯平日里多花些时间在修行上，忽而又有了少许心潮涌动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赵公明与琼霄刚走没多久，东木公又来了。李长寿对九呼道了句：弟子先修行了。分了半数心神归于老神仙皮的指导人上。今天的东木公状态似乎有些不对劲儿啊。这位天庭重臣双眼无神，脚步虚浮。东木公见到李长寿的指导人之后，既不寒暄，也不拿那张宝图，只是拱拱手叹了口气，开始言说玉帝的旨意。旨意内容倒是挺简单的，就是嘉奖李长寿，并将龙族上天之事交给了李长寿全权负责。这一次东木公带来的赏赐倒是十分的丰厚，从宝材灵丹到仙草仙果，还有一些华而不实的珍宝绸缎，用来装点府邸洞府倒是不错。李长寿对着九重天阙遥遥一拜，谢过了玉帝赏赐，然后就将其中的2只宝囊拿出来递给东木公。东木公摆摆手，这一次却是半句客套话都不说，只管叹息。木公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……东木公张口却是无言，仰头轻轻吸了一口气。我不能说。李长寿皱眉，可是有大道誓言束缚。东木公摇摇头，坐去了一旁的木椅上，仰头长叹：一世英名，贫道一世英名啊！李长寿的嘴角一阵抽搐，皱眉道：木公，你不必说话，若是我猜对了，你就不说不动。木公可是前来此地时遇到了2位高手？东木公顿时静立如同木头。李长寿抬手揉了揉眉骨，心底浮现出了少许的画面。春风得意的东木公吃着火锅唱着歌，扑通一声就被人给敲晕了，醒来时就衣衫不整。不是，应该不是这个剧本。李长寿站起身来，来回一阵踱步。与袭击你之人有仇怨？无仇无怨。东木公苦笑：此事不能提，他们其实并未对我动手，可这洪荒什么时候成这般风气了？
我碰都没碰一下，那老头就倒了。轰隆隆，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阵阵闷雷，海神庙街巷上也都是下雨收衣服啦，下雨天青菜贱卖这种呼喊声。东木公赶紧闭上嘴，头顶的闷雷声顿时消失不见。李长寿斟酌着话语，又问：木公认识那两人？我怎的会认识他们？他们明显不是真容。东木公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不能继续说下去了，说下去这大道誓言就要来了。道友最近出门可一定要小心些，洪荒太复杂，道路阻且滑，贫道啊这就回天上去了。还好木公不认识那两个大佬，也还好他们没有对木公动手，不然东木公去找玉帝哭诉一番，玉帝一气之下再去找道祖老人家哭诉一番，封神大劫这不就来了？那位穷霄仙子竟然是比赵公明还要能惹事儿的性子，这不是徒增因果吗？大劫一落，你不上榜谁上榜啊？木公！指道人端着拂尘追出海神庙后堂，拉住了要驾云飞天的东木公，让东木公将回扣收下。东木公走的时候，背影是那般的萧瑟。微风一吹，东木公打了个激灵，也不敢慢悠悠地继续飞了，径直化作一道流光，匆匆忙忙地冲向南天门。李长寿的这具老神仙指道人坐在海神庙中一阵沉思。这事儿我管不了，只能随他们去了。现在只想等三教源流大会赶紧结束，真身本体回渡仙门中，在太清老子的画像前烧3根高香，拜一拜圣人老爷。太清老爷在上，道门风气绝非是他一个还没有成金仙的小弟子我带坏的。稍后叮嘱敖乙一声，让二教主离着他们截教外门4大弟子远一点吧。这也太……提起敖乙，李长寿的心底不由得开始思索。赵公明他们到处碰瓷儿，会对龙族上天之事有什么影响？影响自然是有的，打击了西方教明面上的高手，多多少少会耽误西方教对龙族的算计。若是赵公明能去碰一碰文道人，那才是绝佳的妙事。就是可能性太低了一些。摇摇头，李长寿将此地气息尽皆抹除。这一具指道人施展土遁，消失在了后堂，也没忘给此地的庙祝留下了一笔财物。将这具天仙境的指道人安排好，李长寿便继续等三教源流大会结束。也不知道这一次大会还有多久才能落幕。小琼峰灵兽圈里的那些灵兽幼苗，也不知道被灵娥养死了几只。半个月后，天庭月老殿，一袭宽袖白袍的玄都大法师自兜率宫方向慢悠悠地飘了过来，嘴角带着几分恬淡舒适的笑意。月老急匆匆地迎出大殿，带着2个童子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对玄都大法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，并致以由衷的敬意。入了月老殿，月老主动道：大法师啊，这次还是按老规矩。不啦。大法师摆摆手笑道：这次来此地是想告诉月老你一声，以后都不必做此事了。月老一愣，双腿一软，差点就直接跪了。月老忙道：可是小仙哪里做的不对？大法师，他们不生真的不是小仙能管的，小仙只能给他们拉姻缘。他们哦。大法师挑挑眉，笑眯眯地问道：月老早知此事？这个……月老叹声道：哎呀，炼气士结成夫妇，很少会起养育子嗣的念头。小仙，还请大法师恕罪啊。
大法师笑着摆摆手，温声道：“与月老无关，是我此前念头出了差错，今日也是来找月老道谢赔礼。这里有些许灵丹，这些年劳烦月老了。”小仙可不敢收，小仙可不敢收啊！为大法师做点事，小仙不胜荣幸。大法师刚要相劝，忽而眉头一皱，心底突然有些念头不顺，似乎是有什么与人教有关之事在发生。月老见大法师皱眉，那双老手轻颤，主动将那几个玉瓶给抢了过来，老脸都有些发白了。玄都大法师掐指推算，很快就露出了几分微笑，对月老拱拱手，身形轻轻闪烁，已是在月老殿中消失不见了。去喊上小长寿吧，我也不宜直接现身。大法师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怎么又……湖边人群中，李长寿坐在蒲团上，听着心底那一句传声：“向东3万里，小树林等你。”这真是大法师？自家大法师没这么皮才对啊！莫非是有人模拟出了大法师的道运，再诱我出去？李长寿的心底沉吟2声，张嘴不出声，用口型说了6个大字：“还请感悟传声。”3万里外，某个小树林中站着的白袍大法师，此刻禁不住笑出声来。这小长寿还是这般有趣呀！怎么着？莫非是觉得有人冒充他大法师，他会感应不到，推算不出？当下，玄都大法师也酝酿一番，屈指轻弹，拨弄太清大道，就如撩起一根无形之弦，一缕波动随着大道颤鸣，抵达了李长寿的心底，凝成一个大字：稳。李长寿这才是信了9成半，仔细地思索稍许，对一旁正读书的熊灵力道了一句：“你在此地不要乱走，我去为你打一些野味。”熊灵力连忙点头，看海神大人的目光满是感激。而后李长寿去找自家掌门，心底衡量一番，以弟子心底有些感悟，想外出走动以求突破为由，请了个假。季无忧说要一名真仙执事陪他一同离开大会会场。李长寿想了想，就请九巫师伯与自己一同外出。当下这九巫驾云载着李长寿从一条僻静小路离开了这处盆谷。因为此地汇聚了太多的炼气师，总不免有人进进出出，这2人也并未引起旁人的关注。九巫带着他飞出了数千里，李长寿看侧杆时已经不再闪烁光亮，便找了个借口与九巫分离了片刻。再回来时，出现的自然是一只新型指道人。李长寿的这句指道人笑道：“弟子心底感悟丛生，先在此地打坐，还请师伯稍后。”中。九巫含笑点头，在李长寿的身周布置了一层简单的阵法。随后九巫找了一块3尺高的大石头，跳上去盘腿打坐，为李长寿静静的守关。而李长寿的本体已经是施展土遁，迅速地赶往了大法师之所在。刚一见面，玄都大法师就笑骂了一声：“你这般东躲西藏为的何事？出来见我都这般费劲。”李长寿尴尬一笑，正色道：“啊，弟子修为浅薄，修道日浅，积累不足，如今在洪荒中求存，不得不多几层伪装之色，这才能够稍微安心一些。若弟子能有一个稳固的环境，也不必如此费心费力了。先不管其他的，先疯狂暗示一波。”玄都大法师含笑点点头，随手一挥，一朵白云在李长寿的脚下升起，笑道：“小心谨慎些也不错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处妙地。”罢了，机缘果然是强求不得，顺其自然，且观后事。善用法宝人者，
自知优秀的法宝人该做什么。李长寿不问玄都大法师要带他去哪儿，只是站在大法师的身后，眼不观各处，耳不听八方，等大法师开口训话。不过片刻，李长寿感觉已过山川大岳，低头看去，已是在浩瀚碧波上。快到了。玄都大法师轻笑了一声，趁着海水一不留神，带着李长寿毫无声息地落入海中，朝深海而去。李长寿此时已是明了，能惊动大法师的应是龙族之事，而大法师会将自己带过来，应该是想让他这个小弟子出手。大法师自身不露痕迹，不沾因果，这怎么能行嘛？这不是白白浪费己方的高端战力吗？李长寿的心体暗自计较，想着稍后该如何如何劝说让大法师出手，而自己打个酱油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寿也做了2手准备，开始检查自己斗法常用的几套底牌：纸人、微型阵基、毒丹、毒粉、殡葬一条龙，以免到时候推脱不过，自己会手忙脚乱的。周遭流光幻影，海中奇景，李长寿也是无心欣赏。又过了片刻，等来了大法师的那句到了。李长寿抬头看去，这才发现此时他们已经抵达了一处海中大城。深海就如同一片深邃的幕布，一座岛屿悬在海底火山口的上方，离着海面大概1000丈，下方海底岩浆滚滚，上方的仙岛被大阵光壁包裹，